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哥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 Peter 哥要来跟大家说明的是怎么去计算开根号呢？好，那直接来跟大家举这一个六开根号是等于多少？六开根号是等于多少？当你手边没有计算机、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脑的时候，你该怎么用笔跟纸或用心算的方式来做计算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讨论一下六介于哪两个数中间？六会介于四跟九中间哦，没错吧？四小于六，小于九。那为什么我会把四跟九拿出来？我们直接再继续往下看哦，因为呢，这个四就是等于二的平方，这个九，抱歉，这个九等于三的平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六呢，它是介于二平方跟三平方中间，所以我上面才会用四跟九来做表示。我们这边要求的是说，六它是介于哪两个数的平方中间，也就是二跟三的平方中间。为什么我这边要这么做呢？因为各位，我们把它看一下哦。如果来，如果我将二平方开根号，六开根号，三平方开根号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二小于根号六小于三，没有错吧？所以呢，这边我们会得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率性的答案，就是六开根号呢会等于二点叉叉，就是二点多，但是它不会大于三。就是六开根号的结果呢，会是二点多，会是二点多。到这边，我想应该大家都还听得懂。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讨论下去哦。我们继续往下讨论下去。来，那二点叉叉后面这一个叉叉会是等于多少？后面这个叉叉会是有一个公式来带。首先，我先把算法写出来，会是二乘以二分之六减去二的平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来，首先呢，我来这边讲一下，分母的部分是二乘以二，前面这个二呢，就是整数的部分这一个二，把整数这个部分这个二带进来，后面这个二呢是固定，公式固定乘以二，所以呢，分母的部分呢是前面这个整数乘以二，那分子的部分呢？分子的部分呢？这一个六是根号里面，就是我们求的这一个数字，把六带进来，减去二的平方，整数部分的平方，平方是固定的，平方是固定的，前面这一个二就是我们整数的一个部分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那我们求出来的答案会是多少？会等于二点四分之四，抱歉，六减四。好，那继续把它算下去，就会等于二点四分之二。那二点四分之二就等于二点二分之一，没有错吧？那二分之一呢是多少？是0.5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它的答案会是等于2.5，会是等于2.5哦。不过呢，2.5是真正的答案吗？不是哦，二点五不是真正的答案。那多少才会是一个真正的答案？
我们这样子用手把它算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算出来的答案是逼近 2.5，所以它实际上是45路之后会等于 2.5。那它实际上是等于多少？它实际上会是等于2.47。我们把它算一下，如果45路的部分47进位嘛，进位这一个就是5，所以它逼近是 2.5，实际上它会等于 2.47。那你要说它是 2.45 吗？ 2.45 也是有进位等于 2.5 也可以， 2.46 呢进位也是可以， 2.47 可以， 48可以， 49也可以哦。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根号6等于2.47这个答案给它算了出来。根号6等于2.47的这一个答案，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哦。这样子，今天介绍的第一题，你有学会了吗？你有学会了吗？如果不清楚，可以继续看我们的第二题。第二题继续讨论下去。来，我们继续往我们的第二题看一下哦。来，我们今天举的第二个例子呢是根号19，根号19，根号19会是等于多少？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们要算一下19它介于哪两个数中间？它会介于4、4、16、5、5、25，所以我们会知道了是4的平方跟5的平方中间，4的平方，19会介于4的平方跟5的平方中间。来，到这边成立了哦。来，继续我们把它开根号，我们把它开根号。把它开根号之后呢，会得到什么答案？会得到4、5，也就是19开根号，它会介于4跟5中间，会介于4跟5中间。好，所以会知道19开根号等于4点叉叉，到这边也没问题。我想刚才大家都听过了，所以19开根号会等于4点叉叉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算一下这一个叉叉是等于多少。继续来看一下，就会等于4点多少？我们讲前面分母这一个4，好，分母这一个4就是整数的这一个4带过来，然后我们固定乘以2。那分子的部分呢，会是19，这个19呢，也就是前面这一个根号里面这个19带进来，减掉4的平方，那这个4呢，也就是整数这一个4把它带进来，平方是固定数，固定的公式。好，继续把它算下去，继续算下去呢，会等于4.8分之19减16，好，19减16哦，那继续算呢，就会等于4.8分之3。那8分之3会是等于多少？8分之3会等于0.375，0.375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计算的答案呢，会是等于4.3754.375。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们目前算出来的这一个答案呢，
会是一个逼近值，会是一个逼近值。那实际的答案会是它45度前的部分。那我比在这边，所以呢，实际的答案应该是4.3747，好，大概是4.3747也就是说，这一个答案45度之后会等于上面这一个答案，下面这一个答案，所以4.3747这个七进位之后会变成5，所以就等于4.375，所以你也可以说答案是4.3745、46、47、48、49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已经算出来了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19的根号呢，会是4.3747，4.3747这样子各位有了解了吗？各位有看懂了吗？这是19的开根号的部分。来，到这边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题。我们逐渐的再把我们的数字把它放大。那数字放大呢，我们第三个要跟大家讲的是30开根号是多少呢？30开根号是多少呢？首先，我们还是要算一下，30介于哪两个数中间呢？5525、6636，所以它会介于5平方跟6平方中间。30会介于5平方跟6平方中间，所以我们把它开根号呢，开根号之后会得到什么答案呢？开根号之后会得到30开根号会介于5跟6中间，会介于5跟6中间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可以先得到简单的答案，会是30开根号之后会等于5点叉叉，会等于5点叉叉的这一个数字，也就是5点多，5点多。到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大家都有跟上。有跟上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算一下5点叉叉后面这个叉叉怎么计算呢？分母的部分是5乘以2，分子的部分是30减去5平方。这边讲的是分子的分母，分母这一个5就是整数的这一个5，分子这个30也就是我们开根号的这一个值，这一个30。右边这个减5平方的5也是我们整数的部分。那至于分母的这个2是固定数，乘2是固定的公式，以及这个指数平方呢，这个2平方2也是固定的公式的部分。来，我们继续把它计算下去哦，继续把它计算下去，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5.1030减25，就会等于5.10^5，就等于5.1/2，5.1/2。那5.1/2是等于多少呢？1/2是等于0.5，等于是0.5。那0.5的部分呢，我们再来往下看，所以我们的得到的答案会是5.5。那一样，刚才一直在跟各位讲，这个5.5是逼近值，它是一个45度之后的值，所以实际的答案呢，实际的答案应该是要等于5.47，5.47哦，当然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了，这个7进位之后会变成5.5，得到答案是这样子才没错。所以我们算出来的值应该是5.47、
5.45、5.46、5.47、5.48、5.49都是可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把答案给它算出来了。30开根号会等于5.47，30开根号等于是5.47哦。这样子你有学会了吗？知道怎么去做计算了吗？前面是介绍数字比较小的，后面我们就一直把数字把它放大，介绍给大家。来，我们继续把数字放大，我们再来要计算的是58。58开根号它会是等于多少呢？首先我们还是要算一下58是介于哪两个数平方中间？77、49，来，77、49，88、64，88、64，所以它是介于7平方跟8平方中间。58是介于7平方跟8平方中间。再来开根号，再来开根号，开根号再算一下。它是在于7跟8中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得到的答案是什么？这边得到的答案是根号3，根号58，它是等于7点叉叉，没错吧？7点多。根号58，它是等于7点多。那至于是7点多少呢？我们后面一样带公式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带的公式是分子的部分是7乘2，分母的部分是7乘2，分子的部分是58减去7平方，58减去7平方哦。还是跟各位提醒，这个7就是整数这一个7，这个58就是我们要求开根号这个58，后面这个7平方的7也是整数的部分那其中这个整乘以2跟平方，这个是公式固定公式的一个部分。来，我们继续把它算下去咯，就会等于呢7.1458减49。好，那答案会是多少？7.149。好，那14分之9会是等于多少？我们旁边再偷偷用算一下，等于是0.5684、60、57464、4416、56。好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14分之9，它等于0.64。好，所以呢，它就是等于7.64。它等于7.64哦，我们算出来是7.64。好，那我们一直在讲的是7.64是一个42.5度之后的一个值，那实际的值应该是略小。那略小是多少呢？略小的部分会是7.637。我习惯最后一个数字把它抓一个7哦，我习惯后面这个数字把它抓一个7。好，但是呢，就像刚才讲的，你可以算的是这个7进位变成4，所以只要最后这个数字有进位都可以，所以你可以讲是7.635、7.636、7.637、7.638、7.639这几个数字都可以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得到的答案呢，根号58
就是等于7.637，根号58就等于7.637，根号58就等于7.637。好，那这样子你有学会了吗？这样子你有学会了吗？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数字把它放大，那不晓得你有跟上吗？有跟上的朋友们，我们继续来把它讨论下去。来，我们继续持续的把数字放大，我们再放大一点，两位数的部分，我们再来看根号86等于多少呢？根号86会等于多少？首先，我们还是算一下，86是介于哪两个数的中间呢？9981、9981、100。好，所以86会是介于9平方跟10平方的中间哦。好，到这边应该没问题吧？那我们把我们的把它加一个平方，加完平方之后呢，加完平方之后，我们会得到9、10，就是根号86，它是介于9跟10中间哦。那我们就会知道了，根号86就会是等于9点叉叉，它实际的值会是9点多，会是9点多。来，我们来继续算下去，9点多的部分呢，会是多少呢？分子的部分会是9乘以2，那分母的部分会是86减去9的平方。一样再跟各位讲，分母的部分这一个9就是整数的这一个9，乘以2这是固定的公式，分母的这一个86也就是根号里面这个86减掉9平方这一个9，也就是前面整数这一个9，那减跟平方也是固定的一个公式。来，我们继续计算一下，也就等于9.18分之86减9981，来，再把它看下去，也就是9.18分之5，9.18分之5。那我们在讲这个18分之5会是等于多少？当然，我们还是在旁边偷偷小小的计算一下哦。5、18、0、0.2、36、140、140、57、7856、7856、77、120、14。好，那可以得到，我们就旁边偷偷计算出来之后，18分之5它其实等于0.27，等于是0.27哦。所以我们这一个根号86算出来应该是等于9.27，9.27哦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刚才跟大家讲，这是一个接近值，45路之后的值，实际的答案呢，应该是要等于9.267，9.267哦。所以各位看一下我们讲的9.267是因为这个7进位会变成27，所以呢，后面这个数字你带5、6、7、8、9都可以，9.265、9.266、9.267、9.268、9.269都可以所以呢，我们就把我们要算的根号86等于9.267，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算出来了。我们把答案把它算出来了，不晓得这样子你有学会了吗？这样的算法你有理解了吗？来，如果还有不懂，我们继续算最后一题，我们持续的把我们的讨论的数字放大。
我们就把它放到两位数最大的部分，两位数最大的部分就是99，99开根号会是等于多少？当然呢，我们还是研究一下99会介于哪两个数中间呢？哪两个数的平方中间，也就是81跟100，81跟100中间哦，也就是9平方跟10平方的中间，99会介于9平方跟10平方的中间。来，继续呢，那我们如果把它都开一个根号，开一个根号，开一个根号呢，我们会算出来，它会是介于9跟10中间哦，也就是根号99会介于9跟10中间，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根号99呢，它是等于9点叉叉，它是等于9点叉叉。那至于后面这个叉叉怎么去计算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叉叉的部分呢，分母的部分会是9乘以2，分母的部分会是9乘以2，分子的部分会是99呢减去9平方，好，99减去9平方。那这边要来说明的是，分母的这一个9平方呢，分母的这个9平方就是整数的这一个9，乘以2的这部分呢是固定的数字。那分子的这一个99呢，也就是我们要开根号的这一个99，再减去9平方呢，也就是整数这一个9。那减平方这一个部分是固定的一个公式。来，我们就继续把它算下去哦。好，就等于9.18分之99减掉81。好，那这样子答案会是多少呢？就会等于9.18分之18。诶，这么神奇，18分之18，这是1呢，1.0呢，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答案会是等于10吗？哎，的确很像10。不过我们刚才一直跟各位强调的是，这是一个接近值，这是一个接近值。那它是它四舍五入的结果，所以它实际上呢，应该要等于9.97，9.97这样子呢，在于这个这个7进位的时候呢，它就进位了，9又进位就变成一个10，所以实际的答案会是后面这一个数7的这个位数会是5、6、7、8、9都可以，它可以是9.95、9.96、9.97、9.98、9.99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把答案把它算出来了，根号99。根号99呢，它就是等于9.97，9.97哦，根号99就等于是根号，就等于是9.97这个数字哦，那今天跟大家讲了好几个算法，好几题，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都看懂了，来，我们拉回到最上面，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讨论的是根号6的一个部分。根号6呢，它是介于2跟3中间，所以它的答案会是2点多。那2点多我们算出来的时候呢，它最终得到的答案，根号6的答案是2.47，大概2.47哦。那我们第二个跟大家讨论的是19的开根号，19的部分那我们发现根号19是介于4跟5中间，所以根号19是4点多，4点叉叉，4点叉叉。那4点叉叉这个叉叉我们算出来之后是4.3747，所以得到的答案根号19是4.3747哦。来，
再来看一下我们第三个跟大家说明的是30开根号是多少？30开根号它是会介于5跟6中间，所以30开根号呢是5点叉叉，5点叉叉。那5点叉叉的部分呢，我们刚才算了一下是5.47，所以呢答案是30开根号会得到的是5.47，5.47。持续的再把我们讨论的数字放大哦，再把我们讨论的数字放大。我们讲这个根号58是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根号58，它是介于7跟8中间，它是介于7跟8中间，所以我们会知道了根号58它是7点叉叉。那我们把7点叉叉算出来之后呢，得到答案是7.637，所以呢，根号58等于7.637，根号58等于7.637哦。好，来继续把它看下去，我们讨论的是根号86是等于多少？根号86是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得到的算法是根号86会是介于9跟10中间，9跟10中间哦。那9跟10中间，所以我们得到根号86得到的答案是9点叉叉，9点叉叉。那9点叉叉我们持续的把它算下去，得到的答案是9.267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根号86是9.267，9.267。来，持续的不断的把数字放大，我们要询问的是根号99是多少？根号99的部分呢，我们统计了一下，算了一下，根号99是介于9跟10中间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根号99是9点叉叉，9点叉叉。来，9点叉叉的部分继续算下去，得到答案是9.97。所以我们得到就知道了，根号99答案就是9.97，9.97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好几题如何去开根号，如何去开根号，如何去开根号。不晓得你有学会了吗？这个开根号的方式，我们目前都是讲1位数到2位数，其实并没有很困难。如果你看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再多看几次。那如果有问题，也欢迎留言在下面，让我知道你的问题。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希望我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你可以帮我把影片按个喜欢，按个赞，并且把它分享出去，把它分享出去哦，那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Peter 哥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，咱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